老特又搞事情，全球资本市场再迎狂风暴雨，黄金又拉回来了。这还没算完，我们昨天探讨的两融折算率，你猜怎么的？我们刚发完视频之后呢，结果晚上就公布又算回来了。所以啊，你看这一次明显能看得出来，村里呢明显对资本市场有一个呵护的意味，这比2015年那个阶段可强太多了。我们回过头来赶紧说一下全球资本市场是怎么回事儿。第一个呢，老特这边搞事啊，又用关 S 啊来说事儿了。咱们这边也没惯着他，大家可能也知道啊。第一个呢是对高通调查，第二对船舶收取船舶特别的港务费。当然了，在这里面呢还有什么政府级材料的锂电池的这个管制，没错吧？稀土的管制的升级，等等等等。后面可能还会连续出 N 道金牌。说的再明白点啊，我们自主可控的逻辑在后面，应该还是主线，但是其他的就不一定了啊，还得说清楚，对吧？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就是金子又涨回来了。我觉得这个呢没有什么质疑的，因为它有两层，一个10月底的米的降息，还有一个12月初的降息，明年还得降。金子一时半会儿不太容易有出现太大幅度的回落。或者即便是快速调整，应该也是以震荡攀升为主了，啊，放水已经成定局。回过头来啊，我们看一下上证指数，大家呢非常担心，昨天我们也说了啊，量能啊这个略微有一点萎缩，但是它还没回踩50均线了。谁跌多呢？昨天科技类跌得多，其实不就是两融折算率嘛，降温的一个事儿，这是一个。大家警惕性不高的对高位股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这个逃得了，你小心一点，反正。有人说呢，周一根据现在这情况来看，应该是以震荡。我昨天判断了啊，我觉得这个位置怎么也得调2天啊，轻则2天，重则3天到4天，在这个区域上修正一下高位的指标。KDJ 这值昨天不是打到110吗？但是呢，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啊，我说清楚，它这个位置最高等于是到了大概啊3899，它这个位置收盘到了3897，它已经刺透了之前这高点。老用一句话说的明白点儿，你这个位置3900要是突破过去了，站稳了没毛病。但是如果我们做个假设啊，下周周三收盘价不能收回3900，那就进入到横盘震荡期了。也就是说，从这个应该叫什么？叫中枢扩张，又回到中枢延伸，就是横盘。它就不像过去一样，我们说能继续快速的大举突破就难了。成去年那种宽幅震荡阶段了，所以呢，周一、周二是个关键，周三必须收回去，这就是个死局，就跟我们当时说到3731那道理是一样的，它那10年高点不能破，你破了就没有这么多的机会了。有人说回落是机会，对吗？你可以这么认为，但我怎么认为还是上涨能挣着钱？你们说呢？回过头来啊，中国资本市场。在这里呢，大家可能能看见啊，新增的开户人数，比较惊人。9月份 A 股新开户294万，年内第2高。应该说从5月份开始，每个月的股民呢都在增加。去年10月份呢接近700万户，现在不到一半，应该说还没事儿。市场情绪呢还不算躁动，但是呢有一个数据非常惊人，就中国 A 股的投资总人数已经达到2.4亿。每6个中国人就有1个是 A 股投资者，中国股市变得很大，而且非常重要了。但是在这里呢，我做一个提醒啊，这个有兄弟呢可能手里有这个包括机器人啊或什么的，小心一点。特斯拉这边的应该说这个灵巧手开发不太顺利，无法实现这个类人灵活操作，所以呢25年实现1000台出货的目标可能要落空。回过头来啊，老杨再次提醒，点好关注的同时，周一、周二是个关键的低吸的一个时间节点啊。我们不提机会，也不提风险，因为在后面呢调整完毕之后，你就记住老杨这句话，应该会出现新的板块。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光刻机啊，下个星期不是说又开始开这个各种展览吗？对吧？后面会不会有惊喜？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。既然敢反制高通，必然有对应的芯片制造计划。所以光刻机等是不是迎来机会，这是拭目以待的，也是后面我们要特别留意的。包括
你别看这次存储啊，还有这个芯片呢出现调整，老鹰坚持一个逻辑啊，国产替代，包括像我现在用的这些台式机啊，包括我们现在什么摄像头这些东西的国产替代的步伐不会轻易减弱，只能越来越快，而且范围越来越大。有人说原因呢？中国仅内部消化就这么多的人口14亿，对吧？这些机会呢，不是光出口，就内循环就有非常大的空间啊！人口基数高素质的人才是中国崛起的根本。点好关注，老鹰和大家终身投资，也欢迎大家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